Coco in Finland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oco。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芬兰这边经过的一些产检的过程。这样，首先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芬兰的产检，它的机构大概分作，第一个是 Neuvola 呢，我会把它叫做母婴咨询室，那为了方便称呼，我就叫它母婴中心好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 Lab 也就是所谓的实验室。那实验室的话呢，主要就是如果你是验血、验尿、抽血的话，做糖水检测都是到这个实验室去。第三个就是医院，医院的话大概就是提供你做超音波，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真正医疗上的协助。在台湾的话，大概就是分作诊所吧，一般私人诊所，然后还有妇幼医院，对不对？还有大医院。据我所知，之前好像政府有说是10次的产检，然后现在就是多补助了到14次这样子。而且呢，很多妈妈就是如果到诊所就是150-200块的那种的话，你基本上每一次去做产检都会有这种医生的傻逼数给你，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的超音波。那我必须先说，芬兰在这边呢，它超音波只有2次。第一次是12周，然后第二次是20周。如果说这2次照完，然后宝宝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基本上他就不会再继续照了。这一点呢，让我这个老超环的妈妈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能适应哦。所以我在孕早期的时候就是有崩溃一次，我就想说，我就已经这么难怀孕了，然后就是很紧张，然后因为也感受不到他在不在里面嘛，所以你就会有点慌，你就不知道说他到底在里面过得怎么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的是很希望就是每2周甚至是每1周就可以去超音波看看说他到底还在不在，还有没有心跳在动啊之类的。所以其实前面孕早期的时候，我有非常非常的无助，非常非常的崩溃，然后我就在家里大哭了一场。然后老公就带着我去做了超音波，那一样也是250欧，但是250欧的那一次呢，就是把宝宝照得非常非常的详细，非常的仔细，所以我们是觉得250欧是花的非常的就可以接受啦，对，因为你就看到宝宝然后很完整的状况这样子。所以芬兰的超音波就是这2次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是要跟大家说，就是产检跟台湾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哦？母婴中心哦，它就是一种，当你一旦怀孕开始，你就会常常到他那里去报到。那在里面的人呢，他不是医生，也不是护士吧？我觉得他比较有点像助产士接护士的那种概念。我就去找他，那他就是问一下你说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心情上怎么样啊？然后准备好了吗之类的。所以他就是一种言语上的关心，然后给你 support 的这种概念。医院的话呢，Neuvola会帮你安排，所以你只要时间差不多到了，像我自己的话就是13周跟20周的时候有去拍了2次。不过呢，因为我住的这个城市，它可能因为它比较小吧，然后再加上医院比较没有这么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开车1个小时到附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医院去照超音波。未来如果我要生产的话，可能也会是在那边生。当然如果说中间你可能提早破水啊或提早生的话，那就是附近的医院当然都可以啦，就不一定要在那个医院这样子。我就大概给大家一点时间线好了。5月的时候我开始吃药，6月中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已经5周了。6周的时候我就回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确认宝宝有心跳，然后不是子宫外孕，这样子都很 OK。 所以那个算是我的第1次的超音波，那个是阴超哦，因为宝宝如果太小的话腹超是照不到的。那个算是我第1次的超音波。其实我老公也有跟我说，我算是比别人幸运了，因为我的这种不孕的状况，我才可以说比别人多1次超音波，要不然别人基本上也都是12周才第1次。第7周的时候我就到 Neuvola 也就是母婴中心去报到，那时候负责我的那个人他就是开始跟我聊天，然后负责你的那个人呢，基本上他会一直负责到宝宝出生，然后可能到1岁2岁，因为 baby 可能要回去做一些例行检查，那也都会是他在帮你，他会给你一些 idea， 给你一些 support。 大概10周的时候呢，我就有去验血验尿。我自己是其实也不太清楚那个到底是做什么，但是我猜大概是跟宝宝的身体状况跟我的状况吧，因为好像那个之后呢，你就大概知道说宝宝唐氏症的几率大概是怎么样。
可能就是那种初唐检测吧，我猜。那我刚刚有说到，就是我在孕早期的时候大崩溃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只有2次超音波，而且又是12周到20周，这中间有8周就是有2个月的时间你都看不到宝宝，所以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慌，然后非常非常惶恐。所以我大崩溃了一次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在11周的时候自费去做超音波，也就是我刚刚说的250欧的超音波。那一次的超音波也是阴超，因为孕早期嘛，所以宝宝还没有这么大，再加上可能我本身胖胖的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照，那阴超就照得非常清楚。下一次再照的时候就是13周了，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到大医院，也就是 Gottgard 的医院去照。那一次照超音波的流程非常的快，大概就5到10分钟吧就没了。他就看了一下说宝宝的颈部透明带，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状况，就确认一下说宝宝得到唐氏症的几率不大，然后他事后又有再寄了一个paper 给我，就说宝宝就是还蛮 OK 很健康这样子。在之后呢，照完了以后再隔2周，大概就是15周的时候，我又再回到 Neuvola 也就是母婴中心，我们再去做了第2次的咨询吧，聊天。那时候护士就帮我听了一下 baby 的心跳。那你会说超音波这么少，他们怎么会知道说宝宝到底怎么样？其实 Neuvola 它的助产士吧，他们就是经验算很丰富的，所以他会摸摸你的肚子。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，他就除了问了我一些心情上的状况啊，然后我就躺下来，他帮我听了宝宝的心跳，然后手摸了一下，就说宝宝真的有在长大哦，我可以摸到你的子宫啊什么什么之类，我就觉得他真的超神奇。再来在下一周呢，他们就说因为我第10周的时候那个检测，比如说验血验尿，好像有一些东西他们想要检测，但是检测不出来，所以我就还需要再回去，然后再提供一次尿液跟血液。那一次除了测血测尿以外，我还测了糖水，虽然是才第16周，因为我在看台湾的资料大概都是20周左右吧，那我16周就开始测。后来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啦，但是他是有跟我说我算是一种高危险群。第一，我是亚洲人嘛，因为饮食习惯的方面，所以亚洲人容易得，然后有多囊的人也容易得，然后再加上我是胖多囊，所以胖胖的人就是也有更容易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家是有家族病史的，所以我就是算是高危险，那就测了一下，结果果然那天测了就是没有过，所以我就是妊娠糖尿病确诊这样子。那这个呢，我之后再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确诊了妊娠糖尿病嘛，所以在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又回到 Neuvola 去。不过因为当时负责我的那个助产士他是休假的状况，所以他可能就派了我去找他朋友吧。Anyway， 反正我就到了另外一间的 Neuvola。那另外那一间的人他就给了我血糖机，然后给了我很多的 paper， 给了我一些饮食的指导啊之类的，要我回家慢慢看。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就是扎手指的生活，这个也是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妊娠糖尿病的关系，所以我再过了几周以后又回到医院里去，然后他们就会问一下说你测的结果怎么样啊？然后上个礼拜吧，我们就去做了20周的超音波。那一次的超音波呢就非常非常的详细，我们大概做了45分钟。那个医生他超可爱的，他就每照到一个东西他就好的，这个长得很好这个长得很好这样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医生很可爱。因为这算是一个大型的超音波，所以他就是看了宝宝很多的器官，那他就是有照了一下，他就说宝宝的心脏发育的很好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有四个就是4个洞嘛，左心室左心房，右心室右心房嘛，我猜啦，对我的健康教育应该还 OK 吧。然后就是除了这4个以外呢，他就又照了一下，就说这个地方是他的肾啊，这地方是他的肝啊，然后这是他的什么大肠啊小肠啊，然后他照了他的头脑啊，照了他脚的大小给我看啊，大腿骨啊脊椎啊，然后肚围头围这样子。总之 anyway 宝宝现在一切都非常非常平安，非常非常健康。那也是差不多在上个礼拜开始就是有开始感觉到一点胎动了。因为超音波就是只有2次的关系嘛，所以我们也是到上个礼拜才知道他的性别。那大家不晓得对于他的性别有没有什么猜测呢？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下支影片再来跟大家揭晓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里了。那因为现在是我怀孕到一半的期间嘛，之后还有5个月要过，看中间有什么样子的，比如说产检的经验，那我之后会再拍片跟大家分享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嘿嘿。
嗨，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而且想要看到我介绍更多芬兰的话呢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哦。就这样，拜拜。